你说是入职第一天就直呼比自己年长20岁的前辈全名，前辈听到的瞬间脸色直接沉了下来。这位在行业里深耕多年的前辈，自然不会惯着这位初出茅庐的新人。张伟，我是建一个比较简单的 PPT， 然后写几页翻译都行。其实这场矛盾从来都不是一句称呼这么简单，早在团队分工之初就已经埋下了隐患。入职当天，领导就将小严划分到了一个3人小组。张伟是组里唯一一位有着17年工作经验的老员工，领导给3人下达的核心任务是合作完成一份方案。起初，张伟本着带新人提效率的初衷，主动提出扛下更多核心工作，让大家按各自优势分工。因为我做 PPT 可能要比大家做的都要多，最后我可以帮大家一起来整合这个东西。大家现在先天马行空的写。组里的男同事欣然接受了这个稳妥的提议，可小严却像完全没听见一样，张口就以管理者的口吻强制安排工作。没有，你写那个客服吧，我写经验安全吧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这波越位操作已经让同组人心里生出了不满，只是碍于第一天共识没人当场戳破。可还没等大家消化这份不适，小严紧接着就毫无顾忌地喊出了张伟的全名。张伟。你看，他管他叫张伟，他直接喊张伟。职场里的称呼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代号，它藏着对他人资历的尊重和对职场边界的敬畏。两人虽是同级同事，但张伟不仅年长他近20岁，更是有10几年行业沉淀的前辈。哪怕不称呼对方老师，喊一声姐也是最基本的职场礼仪。而直呼全名的行为，无疑是把不礼貌写在了明面上。也难怪张伟当场黑脸，直接打断了小严。我想的是顺序这样安排，因为你是总结的嘛，所以先让栾宇讲，然后我再讲，你再讲。可能因为我们讲的过程中还没有到最后总结，就这种事情上先就不用纠结了。称呼的尴尬叠加前期分工的矛盾，让整个小组的氛围直接降到冰点。3人几乎没了有效的工作沟通。到了 PPT 提交的截止时间，张伟和同组的男同事都按时完成了自己负责的模块，可小严交出的东西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原本还打算帮他整合全案的张伟，看到他的 PPT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的全部都是照片，没有文字。你的 PPT 全部都是照片，没有文字啊？对，所以你其实不用放 PPT， 你只是把我的照片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。这太毁三观了。而这场职场翻车现场，离谱的远不止小严一人。组里的男同事是清华直博3年级的学霸，可亮眼的学历没能弥补他职场能力的短板。到了汇报环节，他竟上交了一首自创的打油诗：听音客服事虽小，没点耐心干不了，话术礼貌不能少，干好还需多操劳。而小严的汇报更是让领导直接黑了脸，他连 PPT 都没准备打开网页就要汇报，这种完全不符合职场常规的操作，让领导都忍不住怀疑是不是同组同事孤立了他。你有求助过你的同事吗？我其实一直都比较孤僻，是因为可能学习比较好。领导无奈之下只能让他继续汇报。现场汇报他说了半天全是客套话，没有半点落地的干货。而随后上场的张伟和他形成了天差地别的对立，不仅 PPT 逻辑清晰内容扎实，汇报过程也条理分明，全程踩中项目核心。眼看自己全程拉胯，前辈的表现又太过亮眼，小严竟突然跳出来当众反驳。这波倒打一耙的操作，连领导都看不下去了，当场站出来直言表态：高材生高学历的人很多，但是不是说高学历的人都能表现得很好。其实职场里从不否认高学历的价值，但高学历从来不等同于高能力，而比能力更重要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分寸感和情商。